盾山加鲁班大师，这不是没放给你，对，是你不用。很难看到的这 T 灵斧在前3局全部都使用。不是，关键就是其实微博不是不给你啊，你自己要不要？我觉得真的是这个问题。看这把能放谁出来？公孙离。 盾山，我说空空儿，海月搬不搬？就这个空空儿，其实我印象里的一直在外面吧。看一下啊，就是空环很明显。这公孙离也是搬的。对，给你，但是用过了，滔博不着急拿。来吧，先拿海月，公共英雄值。 这其实也限制了微博一手，像大司命啊，包括说镜，都不太好直接出了。越是恐惧，狂铁越要战胜它。常规选。花会枯萎，爱小乔就直接单出。 从前3局应该能看出来，今天的微博整体还是，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练为主。怎么说？这个空空儿也是压力在这儿的。关羽拿不拿？执行人间的意志。杨姐，那就是朵莉莉亚。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一手出一手关羽，想听天籁之歌吗？大小乔、大狂蝶都挺好用的。你的耳朵没有这个福分。双大杨姐。 微博3楼，放马过来吧！夏侯2个前排先顶出来，就你拉一个，还有一个也能够跟你的杨戬去碰一碰。对，夏侯前期强度非常够。就夏侯是目前唯一的，就前面能跟双大杨戬对抗一下的台，而且暖阳的夏侯压制感很是4亿的，他的夏侯有4颗的。关羽搬掉，你前面没选，不给。对。 东皇，这时候都考虑到了。那张良搬不搬呢？戈亚，开了一手双大戈亚，能够跟杨戬接 combo。张良也行，就把这种多空的点全部处理掉。 微博还有一手应付的张飞，把马超搬掉。确实，这个阵容在带线点上就怕上把跟他们上把一样的，其实好。马超一直带线拉扯。那马超的这个 BP 的权重越来越高，就是大家不能忽视的一个点，因为你一旦那种不好带线的阵容遇到这个马超是真麻烦。就缺输出，可以做正常的输出装的马超。 关键他做那套输出，就是说马输出也不低，而且一直能够去1打2、1打3。对，狄仁杰。 感觉5楼有可能是个墨子啊？什么意思？单出鲁班欺负你没有刺客，你没有直接你没有切位。虽然说鲁班7号是蓝的招牌英雄，但是这单出感觉也没有人保啊。要锁吗？夏洛特就是你没人切，我没人保，就大家都来碰一碰刺刀，锁了。 好家伙！就海月先拉一个，那看北京微博，然后杨戬和夏洛特做保镖。你看我弄不弄你？钟馗，这英雄一般都是以前在对面父子的时候会拿出来做一个平替，但这个确实可行。这样会不会翻翻带进化？因为这把某种意义上来讲，也没人需要他保。 而且其实钟馗和狄仁杰的 combo 很直接，包括说如果小乔在旁边的话，勾过来黄牌，小乔一套连招没了，就可能能直接秒，就可能海月大刀都点不出来就死了。哎，帆帆这里也要考虑一下这个进化要不要带。对，哦，微博今天带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惊喜啊！微博今天在练习各种各样不同的阵容，我感觉这其实微博有一种以赛代练的味道。我刚刚其实在局也想了一下，最开始的小乔也是他们使用的，这个发一度的扁鹊也是他们最开始在比赛里面使用的，他们总是能够不断的去在比赛里面创新，
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还是要带治疗吗？那这个压力有点大，你得往后躲了。这样其实感觉杨戬不在的话，这射辅对线只要勾中了，这不死即残。这把其实你就前面聊那个点，哪怕海月吃了这钩都不落好。对，就是这把的微博小控特别多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控，都有一手稳定的小控。就他开不到无所谓，他等下一步技能 CD。狂铁的2，夏侯惇的1和大，小乔吹风，狄仁杰的黄牌和钟馗一身控不说了，就是他们这种各种小技能的 combo 很多样化，小规模团战会很厉害。跟上一把一样，就是微博可以失无数波，但 top 不能失微博。而且双打杨戬现在也看过了，他对自己这种前期的尺度也要把握。出装也很关键。其实这个钟馗这套 combo 跟那个某种意义上有点像，杨戬对于自己的这个韧性把控也有一定的要求的。对你不能说什么十几韧性20韧性被勾就没了。他这一身如果他没有韧性被弄过来，他该死也得死。对，双方的第4局比赛，蓝色方长沙刀博，红色方北京微博赛点局进入比赛。顶着海月的3个1，把第一波线抢到。发育路的对抗，钟馗1级学的是医药，但比较考验他的技能的，特别是2技能一会儿的命中率。学医的话，其实这个红隼套波可以过来看一下。是的，续航是拼不过的。但中单两边都在往这边靠，钟馗状态不太好了，不太占优吧？要被赶走了，再中一个下嘴炮。是没有钩子啊。而且续航上确实拼不了。最终这个红隼好像是被微博拿到的，这狄仁杰的经验条更高，那就能异变狩猎鹰眼，但做的是肉刀，就是带的输出铭文，做的是肉装，和带肉铭文做输出装，两种不同的选择，突然觉得有点哲学。各位观众朋友们更倾向于哪种呢？那这把就是把自己的最大生命做到极致了。钟馗来了，但夏洛特对线狂铁一般都很稳土。一勾没中，反手给被动，2技能戳再跟，而且河道队友再往上靠。微博这边一下知道怎么回事，这第一个兵应该吃不到了，好在是把这个空间之灵拿到了。要卡一个兵，这样还可以再等钟馗过来，这就导致鲁班翘这边也得叫人，还得叫人了。鲁班只要不敢出去。对。哦，这里是套博应该是反到了，还约4级。钟馗第一视角，哦，歪了，距离差了一点点。是的，安琪上来打了一套，法力降低，被动拉走。出色自倾城，黄牌夜空。钟馗这英雄挺考验手感的。对。看这个赤甲，插嘴炮放过了，微博可以收下，稳稳拿到。另一边听乐，那第2波空间之灵刷新了，微博还是第一时间人更多，先抢的边可以再传中。锦时在小地图里面点了发起进攻的讯号，但是又回去了。那第2波空间之灵还是微博的。蓝这把团画面很难想象，很难想象。他这把主要是只能自己想办法找环境，就海月最多给你拉一个，或者就是那种我实在要是保不住，看情况我就给你爆了，就我能打几下被动是几下被动，打完之后收割交给夏洛特。但这把潜入技他还是得拖一拖的，而且4分钟龙团，看要不要换一个抵抗鞋。这龙团微博应该不会退，阵容父爱路线上也有优，这一勾也夏空了。侯。那现在对抗路这边是由长沙套博先过的线，
但目前马上4分钟，好像是9星一钩还没中过。首先是滔博这边的站位很谨慎，对，准度其实目前也不高。钢铁传过来，但是安琪这边发撤退的讯号了，龙放，然后子墨靠一半回去守红区，第一条暴君被暖阳收下，看到你断线了再回防，留不住。这样对鲁班7号倒是不错，这种局面他能够安稳发育。对。红直接给到小麦，主要前中期还是钟馗偏游走的，他去了2波对抗，就每当钟馗不在的时候，朵利亚在的话，其实滔博的2打1就会让狄仁杰很难受。那这样应该是要围着狄仁杰开始推进了。刚拿完红，再回到下路来，要去压下1。这波对抗路线也是子墨能抢的。那这波其实滔博得小心，狂铁清完线传下路兵线。对。哦，那下路线被清掉了，那还行。哦，好像是一个闪钩，但是没中。9星这把的命中率很低。大招锁切黄牌，这是我们说的小康波很多，非常多。安琪在中间靠自己大招顶了一会儿，但顶完之后有点顶不住，因为朵利亚没了呀。侧面的暖阳2连击破，海月这边是拉没顶住倒了，但在外面的子墨现在满状态到来了，侧面输出还可以，手里有红 buff， 看能不能再给点伤害。但幻境马上要结束了，出来之后立马调整位置，但紧跟着暖阳又锁进来，锁到了安，拍了起来，还有伤害跟进一下，锋芒毕露。这是我说的暖阳的下后盾其实有刺客的味道。这一波暖阳拿了一波伪3杀，3个头全给到了他。第一波夏侯大招接小麦大闪很关键。26比2，只有托米跟北生看好了长沙滔博。等会儿我们看一下刚才那波，又是一张黄牌，感觉是钟馗的钩子空了之后，让长沙滔博放松了。哦呦，拍起来，再锁，又是暖阳，以逸待劳，在空中也走不了，翻翻也得打进去，2连击破，连续的2波节奏。哇，这出手时机太好了！真的，这就是坦克的皮，杀手的心。抓时机的能力太强，这个技能释放的时机啊，太关键了。来看一下这里啊，这第一波，邦这一钩没中，一个小走位，但是回马枪，这个走到这个位置，就第一时间在翻翻的个人视角里面是什么样？他是走了的，但是暖阳回马枪之后回来，翻翻愣住，对，就直接大招吸。一个治疗朵利亚一旦被控到就结束了。但是朵利亚一倒，杨戬的战斗力也会被削弱。前面拉了夏侯，他根本打不过，没感觉。出来自己可能要被守，海月是没闪的。那另一边的钟馗先压了进去，狂铁也进来拆火，瞬间一波连空又秒了。刚刚的站位，我觉得真的是要往后一点，真的往后一点。就这2波都是太靠前了。他是整个队伍当中其实跟鲁班7号一样容易死的一个存在。他其实就躲在后面给杨戬刷大或者给海月刷大就行了。你选择治疗，你就应该是一个躲在背后的提供辅助的角色。对你开治疗，开大招就行了。而且其实钟馗在改版之后，他不需要勾中人。微博去击杀朵利亚不需要钟馗勾中他，就是其中随便4个人的任何一个控制只要命中了，只要第一波控制控到，他就死了，基本上就死了。连死3波，闪钩勾炮车，计算差了一点点。吓人，对，反手给控制，9星有点没顶住。可是这把钟馗的存在感也是后续对的伤害很高，队友是真的猛。我可以失误，就是钟馗这把有种感觉，他也很轻松，我勾不勾得中？而且每波其实他叫完钩子之后会让滔博放松警惕，对，就感觉钟馗没钩子了，滔博说可以上了。这个真的不是解说员啊，就他这把其实命中率是真不高，但是他每波都会奇妙的把团开起来，就是他钩子一勾完，滔博这边好像就松弛下来。对，但其实感觉只是为了让团开起来，无论勾不勾中也没关系。但他肯定就是没中。他肯定是想中的，对，确实是没中。就比如刚刚前面一波闪钩勾了个炮车，他计算伤害是差了一点点的，但队友太猛了。再惊鸿，又拉的夏侯，这位置有点似曾相识。这一钩中了，中的是翻翻，但是被拆火了。是的，要边打边撤。主要暖阳出来的话，状态应该还是满的。又是一个大闪，就往前顶，你怎么办？安琪一个人进来，侧面的无患往回杀的暖阳一个回锁，小麦已经先倒了，少了射手的北京微博是不是这边还能对抗？9星也没了，但是
带锁夏洛特，暖阳两个人还是非常顶啊。又是暖阳，2连击破，2换2。第一波虽然说是勾到了，但是被杨戬狗进来拆火了。然后后续的第2波，小麦直接大闪到了杨戬，但是自己没闪了，直接被激活秒掉。后续就是残局，两边对抗斗的一个进场。哇，这个杀对炮有点吓人的。幸好是这个狂铁面积够大，挡住了。嗯，但凡跟龙站在一起，要被抢。这里啊，这是第1波。哦，这已经是第2波了。狄仁杰大闪，对，自己走不掉了。这个时候钟馗吸一下，然后另一边在目光的在我们团队的左侧，子墨进场差点把蓝安敲死。鲁班7号这个位置也没办法再继续输出了。是的，因为他是个单鲁班，但闪亮交完之后他也找不到输出机会。来看一下啊，5-0-4的夏侯，伤害占比27%，传染占比34.2%，参团率100%。子墨补了点伤害，这把的选择是碎银锤。这10分钟龙这口子一战，你不知道钟馗到底在哪儿。就是你等一等，我觉得滔博好的点是鲁班的经济真的还可以，就你别管他这把好爆活，但是他装备跟上，最起码有盼头啊。对，侧面红 buff 晕了一手，被暖阳反到，反甲开起来，反甲击飞，开正面反敲，直接打再一个2闪拍2个，又进去，奔着鲁班7号就去，再小乔1闪，直接反打成功，鲁班7号没有机会输出，感觉要一波了，控制一根2连击破，只剩警示一个人，警示在卡视野，闪现劲草，没被发现，哇，虽然说。但是能拖下试一下，他已经尽力了，但是他再等下个一技能，不干净啊！感觉能拖得住，哇！这一波警示的反应，我保持冷静了，足够的冷静。说实话，这波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挽救得了大局，但是值得学习。他左边有2个人，右边有3个，他在墙边反复的回头，卡了一波极限的视野，两边都没看到，闪现劲草。然后再等后续右边的3个人想去推高的时候，发现兵线已经被海月的一技能给拉住仇恨了。对，但是暴君勾回来黄牌，但是虽然没能够吸住，但是黄牌跟上还是随便秒。其实这把最开心的人，我跟你说，反而在场上是9星，因为他真的没有压力，他玩嗨了，他没有压力。对，其实一般来讲应该是有点，他真的无所谓，我就是勾中就勾中，勾不中就算了，没有任何心理压力。就虽然说我有很多波我都勾空了，但是我队友能把我兜底。对。兵线压进来了，正面有点难以对抗。看一下这钩子，再一张黄牌中夏洛特秒。是的，海月拉一手勾，帆帆又被勾了回来带走。侧面给点伤，安琪完全扛不住，一个再拍2个，直接拍起来，瞬间击杀，只要摸到就是秒杀，小麦3连决胜。这样的话，比赛应该也失去了悬念。一波0换5，等兵线就可以终结比赛。是的，随着兵线来到水晶，这场比赛的赢家也诞生了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太顶，真太顶！就是你先别管钟馗的事情，其实不管是狂铁的每一波进场的锤，